今天我们来聊聊人们餐桌上的隐形杀手，全球最毒的10大致癌食物。许多人一提到垃圾食物，第一反应就是泡面，觉得吃多了可能致癌。然而最新的权威排名揭晓，泡面竟然没上榜，真正的致癌元凶也许就藏在你每天的饮食中。癌症已经连续多年是人类主要死因之一，而不良饮食习惯正是导火线之一。现在我们就来揭晓这份致癌食物黑名单，看看哪些美味的食品榜上有名，又为什么它们会对健康造成如此深远的威胁。第10名是罐头食品，打开铁罐就能享受方便美味。罐头食品早已是许多人厨房中的常备品，然而罐头里暗藏着健康隐忧。大多数金属罐头的内壁涂有一层树脂来防锈隔离，其中常含有一种称为双酚酯的化学物质。双酚酯会从罐头内层渗出，融入食物中，被人体摄取后可能干扰内分泌，影响荷尔蒙正常作用。长期下来，内分泌失调可能提高罹患乳癌、前列腺癌等癌症的风险。此外，许多罐头食品本身为了长期保存，常加入不少盐分和化学添加剂，过量食用不但伤身，还可能进一步增加癌变风险。例如，常见的罐头肉类含腌制菜罐头，通常钠含量惊人，吃太咸已被证实与胃癌发生有关联。罐头虽方便，但若经常以罐头取代新鲜食材，等于把自己暴露在低剂量的化学物质与高盐环境中，不知不觉伤害身体。特别是将罐头食品加热烹调时，高温更可能促使有害物质析出。所以享用罐头时，不妨先将内容物取出冲洗，再行加热烹煮，尽量减少罐头包装带来的污染。贤明的做法是尽量选择新鲜食品，或购买标榜不含双酚酯内膜的罐头产品，偶尔解解馋可以，但千万别把罐头当成每日菜肴主角。方便的背后，也许潜伏着日积月累的健康代价。第9名是含糖饮料。你是否每天都来一杯手摇饮料或汽水提神消暑？甜滋滋的含糖饮料喝下肚，愉悦的同时，其实也在不知不觉中危害健康。高糖饮料本身虽不含直接的致癌化学物质，但长期大量饮用会造成肥胖、胰岛素阻抗等问题，而肥胖是癌细胞最好的养分之一。脂肪细胞过多会干扰正常激素代谢，诱发慢性发炎反应，从而提高多种癌症的风险。研究显示，经常喝含糖饮料的人，罹患大肠癌、乳癌等癌症的几率明显高于少喝的人。尤其是每天都习惯含糖饮料不离手的人，过多的糖分会促进胰岛素和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上升，可能刺激某些肿瘤的生长。除了糖分本身，不少商业饮料还添加人工色素、防腐剂等。如果大量饮用，等于把各种添加物一起灌进身体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我喝的是声称健康的果汁呢？事实上，市售瓶装果汁含糖量一点也不低，而且缺少完整水果的纤维，有时和汽水并无两样。长年累月下来，高糖饮食为癌症形成打造了一个温床。当然，偶尔来一杯奶茶珍珠无伤大雅，但如果每天都把含糖饮料当水喝，危险就在累积。为了您的健康，请尽量用白开水、无糖茶取代含糖饮料，至少把频率控制在最低。预防癌症，从改掉天天含糖饮料的习惯开始，让我们的细胞不再每天浸泡在高糖的刺激中。第8名是微波爆米花。闲暇时刻，很多人喜欢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爆米花。如果是自己用玉米花在炉火上爆开，问题还不大。但现代人图方便，常买超市里的微波即食爆米花，一拆包装丢进微波炉，很快就能享受香喷喷的点心。然而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袋看似安全的爆米花，其包装袋本身却隐藏着致癌危机。为了防止玉米在加热时粘锅，微波爆米花的内袋通常涂有一层不粘涂料，其中含有全氟辛酸、铵 PFOA 等化学物质。这种物质在微波加热过程中会释放出有毒气体与残留物，被玉米和空气携带并进入人体。有研究指出，长期接触全氟辛酸铵可能增加肝癌、胰脏癌和抑烷癌的风险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类化学物质在人体内极难分解，会长期蓄积。除了包装材料，
微波爆米花诱人的奶油香气也非天然来自牛油，其中通常添加了人工奶油香料双乙酰。双乙酰虽让人仿佛置身电影院，但吸入过量会损伤支气管和肺部，小心所谓爆米花肺。想想看，为了一时的方便，我们可能把自己暴露在这些潜在致癌物中。如果你特别爱吃爆米花，不妨选择传统空气爆玉米花机器，或使用少量健康植物油在平底锅上爆米花，这样既能享受酥脆口感，又远离不必要的化学风险。别让一包小小的微波爆米花成为日后大麻烦的来源。第7名是红肉。红肉指的是猪肉、牛肉、羊肉等哺乳动物的肉类，这些肉烹调后呈现红色或深色，因此得名。在很多家庭的三餐中，红肉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。然而，大量食用红肉与某些癌症的联系已经引起科学家的警戒。红肉经常榜上有名的原因有几个。首先，红肉中的血红素铁含量高，这种铁在消化过程中可能生成具有氧化性的化合物，损伤肠胃道细胞的 DNA， 引发突变。研究发现，长期高红肉饮食的人，结直肠癌的发生率显著升高。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研究也指出，若每天摄取超过1份红肉，结肠直肠癌风险会明显增加。除了自身成分，红肉的烹调方式也往往加剧其致癌风险。许多红肉料理如牛排、烤肉都是以高温煎炸、烧烤而成。高温烹调会让肉类表面产生异环胺和多环芳香烃等致癌物质，这些都是癌变的推手。如果平日烹煮红肉时不注意控制火候，很可能把肉表面烤焦煎黑，这层焦黑虽香，但里头满是对身体有害的东西。不仅如此，爱吃红肉的人往往蔬菜、水果摄取较少，纤维不足，使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更久，也是一大隐忧。当然，我们并非要妖魔化红肉。红肉富含优质蛋白与锌、维生素 B 等营养，适量摄取对人体有益，但问题在于过量。营养专家建议，每周红肉摄入量最好控制在几百克以内，尽量以白肉如鱼肉或植物蛋白替代部分红肉。烹调时可采用温和的烹饪方式，如炖煮或低温慢煮，减少高温烤炸，并且配搭富含纤维的蔬菜和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，帮助中和红肉中可能的有害作用。总之，红肉虽美味可口，但天天大鱼大肉绝非养生之道。我们的餐桌上需要多一点五颜六色的蔬果，少一点油腻的红肉，这样才能远离癌症找上门。第6名是滚烫热饮。清晨来杯热茶，饭后喝口热汤，许多人习惯以热腾腾的饮料来提神或养生。然而，趁热喝这件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小事，科学家却发现它隐藏着癌症风险。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早在前些年就提出警告，经常饮用高于摄氏65度的热饮，可能增加食道癌的风险。这并非危言耸听。食道的黏膜组织非常娇嫩，适合的温度略高于人体体温即可。如果长期反复被滚烫液体烫伤，黏膜细胞会不断受损、发炎、再生。在频繁的损伤与修复过程中，细胞发生基因突变的概率大大提高。一旦出现恶性突变，就可能朝癌变方向发展。流行病学调查也发现，在一些嗜饮热茶、热咖啡的地区，食道癌的发生率偏高。例如，在中国和中亚部分地区，人们爱喝烫嘴的热茶，甚至用保温瓶保持沸腾温度。结果，这些地方的食道癌病例明显多于其他地区。可见，高温对食道的伤害日积月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致癌的不是茶或咖啡本身，而是过高的温度。茶和咖啡中其实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，室温饮用对健康有益。但是如果每一口都烫得食道细胞哀号，再好的茶汤也会变成灾难。那么什么温度算安全呢？一般建议饮品温度以不烫口为宜，大约60度以下更理想。如果端起杯子啜饮时感到明显烫喉咙，最好放凉片刻再喝，养成吹一吹、等一等的习惯，既保留了饮品风味，又避免了烫伤组织。一杯暖暖的热茶带来的是舒适，不该是伤害。我们完全可以用稍微放温的方式，一样享受热饮，而不用承担增加癌症风险的代价。第5名是油炸食物。金黄香脆的炸鸡、
薯条、洋芋片，光是想到就令人食指大动。然而酥脆美味的背后，油炸食品隐藏的危机却足以令你倒胃口。首先，高温油炸会产生许多对人体有害的化合物。当淀粉类食物，例如马铃薯，在摄氏120度以上高温油炸时，会产生一种叫丙烯酰胺的致癌物质。这种物质原本应用在工业上制造塑胶，科学家在21世纪初意外地在食物中发现它的踪迹。瑞典的研究人员发现，炸薯条、洋芋片等食品中丙烯酰胺含量惊人，1公斤薯片中的丙烯酰胺含量可高达数千微克。丙烯酰胺会在体内转化为具有基因毒性的产物，动物实验显示它能引发肿瘤生长，被视为潜在的人类致癌物。越是高温久炸，炸得焦黄酥脆的食物，丙烯酰胺含量往往越高。除了丙烯酰胺油炸过程还会产生多环芳香烃 PASHs 等致癌物质，以及氧化的反式脂肪，特别是重复使用的煎炸油，油质劣化后会释出更多致癌物。难怪有人戏称炸鸡薯条是癌细胞最爱的零食。更不妙的是，油炸食物热量极高，长期食用容易导致肥胖。而正如前面所述，肥胖本身又是癌症的温床，可谓双重打击。想想每次大快朵颐薯条炸鸡的你，其实细胞正默默承受着有毒物质的摧残。但并不是说我们从此与杂物绝缘，关键在于频率和分量。偶尔解馋可以，但千万别天天把炸鸡当正餐，洋芋片当零食不离手。如果真的嘴馋，可以考虑用烤箱烘烤取代油炸，用较低温度烹调来获得接近的口感。市面上也有气炸锅这类发明，声称用热空气代替热油，能减少部分有害物质生成。当然，再怎么健康的煮法，天天吃大堆薯条也不明智。别忘了多吃新鲜蔬果和坚果，全谷杂粮来取代部分零食，才能让身体获得均衡营养。酥脆的口感纵然令人愉悦，但长远的健康更令人安心。记住，当你听到油锅里刺啦作响，别让你的细胞也跟着哀嚎。第4名是腌制食物。在冰箱发明之前，腌制、发酵是人类保存食物的重要方法。即使在现代，很多人也钟爱腌制食品独特的风味，例如配粥的小菜咸萝卜干、酱瓜，或是广东传统名菜咸鱼，还有韩式泡菜等发酵食品。这些食物虽美味开胃，但其中隐藏的致癌因素不容小觑。关键问题就在于腌制过程中产生的亚硝酸盐和高盐环境。为了防腐和调味，腌制食物通常需要大量食盐。高盐环境会使某些细菌滋生出亚硝酸盐，食物放得越久，亚硝酸盐累积可能越多。我们吃下含有亚硝酸盐的食物后，在胃里会发生化学反应，转化出亚硝胺类这类强烈的致癌物质。亚硝胺被科学界公认为致癌元凶之一，能诱发消化道多种癌症，包括食道癌、胃癌和肝癌等。举个例子，中国广东沿海一带过去有给小孩子吃咸鱼粥的习惯，结果当地青少年罹患鼻咽癌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。经调查，咸鱼在腌制和日晒过程中产生的亚硝胺被认为是鼻咽癌高发的主因。再看日本，传统饮食中腌菜、味噌酱菜等盐分极高，这也被认为和日本过去胃癌发病率居高不下有关。可见再朴素不过的腌菜，如果吃太多，也可能成为致癌的隐形推手。除了亚硝胺，高盐本身对健康也有伤害。过咸的食物会破坏胃黏膜，让致癌物更容易侵蚀细胞。长期高盐饮食的人，胃癌风险明显升高。因此，腌制食品的危害可谓内外夹击。一方面，它们富含致癌化合物的前体；另一方面，它们的高盐环境又损伤了身体的防御屏障。当然，我们不是不能吃任何腌制食品，适量摄取发酵食物对肠道健康有益，但一定要控制分量与频率。例如，泡菜可以吃，但别餐餐离不开，多用新鲜蔬菜替代。自己在家腌制时，也尽量缩短腌制时间，减少用盐量，并避免反复使用腌菜的酱汁。至于已经明显发霉变质的腌制食物，更是一口也不要碰。民以食为天，但也要小心病从口入。那些咸香下饭的腌制美味，或许正是癌症喜欢的菜肴。
我们只能节制再节制。第3名是酒精，很多人可能会惊讶，酒竟然也算食物吗？无论是餐前小酌一杯红酒，还是聚会痛饮啤酒烈酒，酒精是全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不过在疾病统计中，酒精早已被确立为一类致癌物。酒精本身并不直接致癌，但当我们喝下去后，肝脏会将酒精代谢成乙醛。乙醛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它是一种活性极高的化学物质，会和蛋白质和 DNA 分子结合，干扰细胞正常修复，从而引发癌变。长期饮酒的人，乙醛反复刺激口腔、喉咙、食道等组织，这些部位的细胞癌变风险大大增加。流行病数据显示，酒精摄入是口腔癌、咽喉癌、食道癌和肝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。特别是亚洲人中常见的喝酒脸红体质，其实是体内缺乏代谢乙醛的酶。这类人若能勉强大量饮酒，乙醛在体内累积，导致食道癌的风险比一般饮酒者更高。除了消化道，酒精也和女性乳癌相关。有研究指出，即使是每天1小杯红酒的适量饮酒习惯，也会稍微提高女性罹患乳癌的几率。若是每天2杯以上，乳癌风险则明显上升。这或许是因为酒精干扰了雌激素的代谢，使荷尔蒙受体阳性的乳腺细胞容易增生变异。不仅如此，长期酗酒还会导致肝硬化，进一步发展成肝癌的概率极高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要问，不是常说适量饮酒有益健康吗？的确，少量饮酒可能对心血管有些好处，但对于癌症风险来说，任何剂量的酒精都是有害无益的。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指出，没有安全的饮酒量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沾酒，癌症风险就比不喝的人略高，只是量少时风险增加不明显而已。我们必须自己权衡利弊。如果享受小酌带来的放松，就要接受累积的风险。或许更好的做法是减量，能不喝就不喝，能少喝就不多喝，把每天3杯改成每周1杯，让身体有足够时间清除乙醛。饮酒时也可多摄取富含叶酸和抗氧化剂的食物，帮助身体减轻酒精伤害。最后提醒一句，千万别空腹猛灌，更不可酒后开车。戒酒虽难，但为了远离癌症和其他慢性病，试着节制吧。一时的畅快很容易，长久的健康更值得珍惜。第2名是加工肉类，麦香浓郁的热狗，早餐盘里的培根和火腿，聚会上的香肠拼盘，这些加工过的肉制品深受大家喜爱。然而，它们已被国际医学界列为头号致癌食物之一。2015年，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正式将火腿、香肠、培根等加工肉品归类为1级致癌物，与烟草、石棉等同级。这听起来耸人听闻，但却有其科学根据。首先，为了防止肉品腐败，亚硝酸盐等防腐剂在加工肉中被广泛使用。亚硝酸盐能保持肉的鲜红色泽，杀菌防腐是火腿培根诱人外观的秘密。然而，当我们吃下这些亚硝酸盐，它们在胃中可能和蛋白质分解产物结合，形成前面提到的亚硝胺致癌物。也就是说，每吃一口火腿培根，等于给身体提供了一点点合成亚硝胺的原料，长年累月的吃，潜在风险不容忽视。再者，加工肉品往往会经过腌制、烟熏、烘烤等工序，这些过程又会产生苯、并皮等致癌物附着在肉表面。我们日常煎培根时，那扑鼻的香气其实是油脂高温裂解后的产物，其中部分成分对基因有破坏作用。难怪有学者幽默地形容，培根的香味就是死亡的味道。大量研究数据已经证实，加工肉吃得越多，尤其是天天吃的人，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越高。据估算，如果一个人每天吃50克加工肉，约等于2根热狗或3片培根，他的结肠直肠癌风险将比不吃这些食物的人高出大约 18%。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。要知道，结直肠癌是全球常见高发癌症之一，若不节制加工肉摄取，相当于主动敞开大门，欢迎癌症侵袭。除了肠癌、胃癌、胰脏癌与摄入加工肉过多也有关联，那是不是从此我们就告别培根火腿了呢？其实偶尔解馋无妨，但请务必不要天天吃。
有些人习惯每天早餐都来份培根蛋，或者晚餐配根德国香肠，长期如此实在不健康。如果真的喜欢加工肉的风味，可以将频率降到每周1次以下，并且每次分量减半。你也可以用香料腌制新鲜肉片，再加自己做出培根火腿的风味，至少少了防腐剂的威胁。同时，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，因为维生素 C 可以在胃中部分抑制亚硝胺的生成，对冲一点风险。健康不是全然禁止美食，而是在美味和风险之间取得平衡。培根的香或许令人难以抗拒，但长远的健康更值得我们谨慎以待。第一名是霉变食物，高居榜首的致癌食物，既不是人们口中常念的泡面，也不是烟酒，而是看似普通却暗藏剧毒的发霉食物。我们天天吃的谷物、坚果如果保存不当，就可能滋生一种肉眼看不见的霉菌毒素——黄曲毒素。黄曲毒素被誉为天然界最强致癌物之一，其毒性之强，连科学家都为之震惊。上世纪60年代，英国曾发生过扑朔迷离的火鸡谜团，数以万计的饲养火鸡突然暴毙，解剖发现它们的肝脏严重坏死，最终元凶被锁定在火鸡饲料中的花生粉，那些花生存放时受霉菌污染，产生了高浓度黄曲毒素。这次事件让人类首次认识到黄曲毒素的可怕威力。此后的研究证实，只要摄入微量黄曲毒素，就可能引发肝细胞癌变。黄曲毒素主要由名为曲霉菌的霉菌产生，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。花生、玉米、大米等富含淀粉和油脂的食物，如果储存不当，最容易发霉，产生黄曲毒素。肉眼不一定看得到霉斑，但毒素已经渗入食材。人吃了被污染的食物，黄曲毒素会在体内累积，主要攻击肝脏，它能破坏肝细胞 DNA， 诱发突变，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1级致癌物。流行病学资料显示，在某些经常食用受污染玉米花生的非洲和亚洲地区，肝癌的发病率明显偏高，而黄曲毒素正是不容忽视的元凶之一。有多强呢？它的致癌剂量即以微克计算，长期摄入即便剂量极低，也足以种下癌变的种子。更糟糕的是，一般的烹煮温度无法破坏黄曲毒素，就算把发霉的花生拿去炒香，或把发苦的花生熬成汤，毒素依然顽强存在。我国法规对黄曲毒素容许量严格限制，就是因为防不胜防。一旦不合格批示流入市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对个人而言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警觉，从源头杜绝霉变食物上餐桌。买回的花生、玉米、谷类要存放在干爽低温处，避免受潮。若发现坚果谷物有发霉异味、颜色不对、长毛等迹象，立刻整批丢弃。千万不可因舍不得浪费而筛掉坏的，继续吃剩下好的。要知道，一颗花生发霉，其他花生可能已经被污染。有些人喜欢吃腌豆腐、豆豉这类发酵豆制品，也要留意制作过程是否干净，否则也可能含有黄曲毒素。总之，黄曲毒素是看不见的杀手，它往往随着日常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入口，却在体内潜伏多年，伺机行动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便引爆肝癌等重症。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，将它列为致癌食物之首，是因为它毒性强、潜伏深且防不胜防。但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不吃变质食物，妥善保存粮食，定期清理橱柜，就能最大程度地把这位真凶手拒之门外。看完以上排行榜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大开眼界？或许你会问，泡面真的完全没问题吗？确实，泡面虽然没有出现在这份10大致癌食物名单中，但并不表示它就是健康食品。泡面的问题在于高油、高盐和添加物过多，长期吃会导致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，只是不像上述食物那样直接含有明确的致癌物质。因此，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没上榜就可以放纵大吃。事实上，预防癌症需要全方位的均衡生活方式，远离烟害、适量运动、保持健康体重、定期筛检等等。而健康饮食正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。回顾这10大致癌食物，有的可能是你我早知不健康的，例如酒精、加工肉；
也有的是出乎意料的黑马，比如每天早晨习以为常的烫口热茶，又或者藏在花生米里的黄曲梅毒。所幸知道危险之所在，我们就能采取行动去避免。从现在开始，尽量少吃烧烤油炸，多吃蔬果杂粮，酒能戒就戒，不能戒也务必严格节制。加工肉能不吃就不吃，改用新鲜食材自制美味。泡菜、咸鱼这些传统美食偶尔尝鲜可以，但绝不能天天下饭。还有家里角落那包放了半年的花生和饼干，如果发现受潮变味，就别心疼扔掉吧。一点一滴的改变，也许就能大大降低日后罹癌的机会。饮食中暗藏的地雷看似平常无奇，其实每一口都关系重大。我们无法保证完全不接触任何致癌物，但我们可以选择远离那些已知的高风险因子，为自己的健康多争取一些保障，别让贪一时口福毁了长久健康。毕竟生命没有替换零件，只有一次。希望今天的深入探讨能给你。我敲响警钟，癌症并非突然从天而降，而是多年不良习惯累积的结果。从此刻起，让我们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远离这些致癌的美味陷阱。下一次，当你面对诱人的食物诱惑时，不妨想起这份榜单，多一分冷静与克制。毕竟，真正爱惜美食的方式，是让自己有更长久的生命去品尝人间美味。健康的身体才是我们品味未来岁月最重要的本钱。祝愿大家都能吃得开心，吃得安心，远离癌症侵扰，